到深夜，这个窗帘结了一层白雾啊，外面太冷了。它竟然是这样的。第二天早上清晨，看一下。Hello 呀，朋友们，今天是在大乐的第二天早上，看了一家早餐厅，好像很不错，打车过去吃个早餐，就开始今天的大乐探索之旅啊。不得不说，大乐的气候太炎了，早上出来特别凉爽，甚至有一点点冷啊。这家在谷歌上的评分为满分哦。这个他上来一个面包，还有一点蔬菜，还有黄瓜。这个是3.9万越南盾，大概是不到12块钱。它有一个，还有。这是货真价实的牛肉。这家是我的错觉吗？我发现越南好多那些高评分的民宿啊或者餐厅啊，它的服务员都是那种笑起来很甜的妹子啊，经常脸上挂着笑容的，让人很舒服。吃完早餐逛一逛大乐宫殿酒店，5星级啊，看一眼。这是酒店的配套，面桥，一个湖泊。这景色不错啊，你看俯瞰下面那一汪湖水，还有鸽子在飞。我的天啊，糟了！我拍这个大乐宫殿酒店啊，就无人机就挂住了。应该是挂在树上了，太不小心了，看能不能找回来。如果说无人机找不回来，后面的行程估计就大大缩短了，也是找不回来了。这个树太高了，挂在上面了，这怎么还能出这种小错误呢？太大意了，真的是太大意了。现在纵然知道飞机的坐标哈，也找不到它，因为它挂在这么高的树上，根本没法让它弄下来。启动闪灯鸣叫都没法操作，因为已经连接不上了，已经丢失6分钟了。失联坐标已经显示出来，但是没用。有没有这么高的树木啊？倒是能在胡志明买一台无人机啊，就在这几棵树上了。永别了，我的无人机也用了2年了。我在这铺地毯式的找啊，虽然我很相信应该是找不回来了，但是这种找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告别，一个适应没有了无人机的生活。虽然明知道找不回来，但是就不甘心啊。人还是要学会放下，就是为了拍这个大乐宫殿酒店，以这2棵树为前景，然后小河沟里翻船啊。我在这绕圈子绕了有半个小时了，就是明知不可为，可是就不甘心啊。这个是丢失的坐标，有高手的话可以来找一找。就在这一直伸脖子往上看，脖子都伸酸了，即便看到了也没用啊，是吧？这么高的树。在越南旅行2个多月，这大概是最令我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不仅是因为要重新花一笔钱买无人机，更因为我刚刚用无人机拍下了非常清新秀美的山城大乐，湖泊、森林、山谷、花园、巍峨的教堂，随山势蜿蜒起伏的彩色房子，在蓝天白云下清晰可见远处的千沟万壑，令这里看上去仿佛遗世独立。
在拍摄时，我就开心的想到我要和大家分享这美好的画面，可一瞬间这种喜悦就变成了伤心。如果没有损失掉这些珍贵的素材，我不至于在树下久久停留，难以忘怀。这台无人机不仅是我旅行的设备，更像我的战友，步履不停。它陪我走过坦途，也走过险阻，有披星戴月，有山川湖海。2年时间，它记录了中国绝大多数最叹为观止的风景。它是阿树 Alice Explore China 这个账号从无到有的工程。虽然我可以轻易再重新买一台，但从此我的身边再没有一台无人机伴我走过艰苦朴素、餐风饮露的岁月。大乐这地方有卖无人机的，我过去看一下，重新买一台。如果没有无人机的话，芽庄我也不想去了。像这个挂这种高高的树，它是最磨人的。你比如说啊，掉到地上炸毁了啊，那你知道没有结果了，咱们不用纠结。然后呢，如果掉到水里面就更加不可能了。但是这个树吧，它就给你一点点希望，但是很渺茫。你说放弃吧，又不甘心；不放弃吧，又光耗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就让人心有不甘啊。我算是记住这家酒店了。叫大乐宫殿酒店，无人机拍到好多漂亮的画面啊！我先是往这个湖飞了好多的地方啊，没想到就在最后关头就那个了。这台无人机的风光之作，也就是在它炸机之前最后拍摄的一些影片，我将放在影片最后，也算是跟它做一个告别。找到了一家大疆零售店，我的无人机就大疆品牌的啊。大疆的无人机市场份额还是占很高的，全球70%-80%。这就是我丢的那一款。这家店只卖这种稳定器啊，它这无人机是没有卖的，那只是展示用的。在谷歌地图上搜到的大疆的店只有那一家，那家不卖无人机啊。算了吧，而且往好了想，我以后出门都可以背轻点了，至少在越南是这样的。少了无人机大概2公斤的重量吧，包括遥控器、电池等等的。然后整个大乐就没有买无人机的地方了，所以虽然挺遗憾的，可能接下来越南旅行就没有无人机的视角了。这榴莲是7万越南盾1公斤，大概是20。诶，这是什么果呀？像土豆，但显然不是土豆。海鲜，这虾好大个。在上集影片，我们有聊到大乐之所以成为越南最著名的避暑旅行目的地，是因为这里有四季如春的气候。它位于1500多米的高原海拔上。这个年平均气温约为18到20摄氏度，夏季最高气温不超过25摄氏度，冬季最低气温不低于10摄氏度，夏季凉爽，冬季温暖。那么大乐它除了旅游产业以外呢，它其实还是越南最大的花卉生产基地之一，尤其以玫瑰、菊花和兰花闻名，农业和园艺是其经济的支柱。由于气候适宜，也生产多类的蔬菜，比如生菜、胡椒、番茄。水果呢，就草莓比较出名。后面去到大乐夜市的影片，我们就会了解到，除了草莓，还有葡萄、柑橘等水果呢，在大乐也广泛种植。大乐呢，也是越南重要的咖啡产区之一，但主要种植的是阿拉比卡咖啡。这是大乐的一个挺多人来的景点，叫保大夏宫。如果你有看我在顺化皇城那期影片，会知道我们有介绍了越南最后一任的皇帝叫保泰帝啊。而我现在要参观的这个叫保大皇宫呢，是越南最后一任皇帝在大乐避暑的一个行宫啊，他的家人来这里避暑，建了非常漂亮的这个法式宫殿。这景点票价不贵啊，18块钱。
保大夏宫是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帝在大乐避暑和处理政务时的行宫，建于1933年到1938年，由法国建筑师设计。宫殿分为地上2层，宫殿外呢有花园和松林。如今它这里成为了历史遗迹和旅游景点，对外开放。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了解到阮朝末代皇帝的一个生活。这里是 King Palace， 皇帝的宫殿。保大夏宫据说是大乐最著名的景点之一，融合了法式装饰艺术和东方元素。保大夏宫是由皇帝的寝室、会议厅、皇后化妆间、保大皇帝书房、观景阳台等组成的。要穿上这个鞋套。我现在还在忍不住想那台无人机啊，因为它陪我走过很多的路，可以说跟我一起共同见证了中国最美的风景，所以现在有一点失恋了一样，所以有一种心情有点那个的，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。我们先从最右边开始逛起啊，这是他的书房吧。我是在顺化皇城就看过他的照片了，他在位的时间还挺长的，有10多年，直到1832年啊，那个时候法国就占领了越南以后，他就成了一个傀儡皇帝了，跟中国的溥仪有相似之处。这个房间可能展示了这位末代皇帝收藏的一些藏品吧，还有他会见一些来宾啊，以及在这个保大夏宫度假的一些纪实的照片。在去年冬天，我在东北的吉林参观了中国末代皇帝清朝溥仪的一个满洲国皇宫啊，推荐你搭配着观看，这样你可以对比一下两国末代皇帝的一个生活，由此可见两国历史的一些特点。既然参观的是保大夏宫，我们不妨了解一下这位越南阮朝末代皇帝。他1913年生于我们前面说到的顺化，少年时呢曾赴法国接受西式教育，在1926年就即位了，也就是他13岁就当上了这个皇帝。但这只是阮朝名义上的皇帝，实际权力受法国总督和殖民政府限制。在1930年，他尝试推行教育和行政改革，却因个人生活西化奢侈而饱受争议。比如他建了多处的行宫。那么在1945年3月，日本推翻法属政权后，他被扶植为越南帝国元首，实际呢也是傀儡皇帝。那么同一年8月，日本战败，他在1945年8月25号在顺化退位，将权力交给了由胡志明领导的越盟。日本投降以后呢，法国又卷土重来，重新回到这个越南，他重组了越南国，就扶植保大成为了这个国家元首。在1955年的时候，越南举行公投，罢黜了保大，并建立了南越共和国。从那以后呢，保大就长期流亡法国，在1997年的时候在法国去世。这是会议室，感觉还挺奢华的。窗外就是一个花园。这是越南的地图啊。这是皇室成员用餐的一个餐厅。这还有一个山河设计，这个应该是后来搞的吧。
那里有个检票口啊，买票进来拍照用的，应该是。上2楼看一下，这里是 Baby Sisters Room， 那它婴儿室啊。这是皇室成员的私人房间。这里面还有一间，都是皇室贵族子弟的一个房间就对了。因为保大皇帝嘛，他的亲戚朋友也会来大乐避暑啊。这也是现代化的洗手间了。在这里挺舒服的，窗外鸟叫虫鸣，然后树影婆娑的，很解压。这个是保大最大儿子的一个卧室，大儿子的卧室，长子，很帅啊！你看。一个卧室都有浴缸的哈，不大，大概是20多平米吧。那每个房间采光都很不错，窗外都有大片的绿色，松树、杉树。这里是 Queen 皇后的一个私人房间。哇，这个采光是真好呀！小阳台，因为在去年12月，我也参观了中国末代皇帝的一个寝宫啊。感觉相比之下，越南的末代皇帝生活的这个居住条件要好得多，宽敞得多，明亮得多，而且这种更开放的氛围啊，更自主的气氛。但是像溥仪那里的话，就感觉有点逼仄。这是家庭的一个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chú quay phim hả chú? Hello, xin chào。你们会说中文吗？ Chú quay Facebook hay TikTok vậy chú? Đuôi lên coi có mình ở trong đấy không? Yeah, Okay. yeah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Shortly after dinner, 保大会跟他的家人来到这里聊天。家庭成员吃完晚餐后来这里唠嗑的地方。这就是末代皇帝保大的一个寝室了。刚才看的都是他的儿子的、他的夫人的、他的家族的，这个是他的哈。看意气风发的样子啊。Outside is the moon watching balcony. 窗外是一个可以看月亮的窗台。皇帝的阳台是最大的。可以赏月啊。大乐的气候太舒适了，特别凉快，很舒服。皇帝是不一样，他的洗手间是由2个房间组成的，面积也更大，浴缸啊。在1954年啊，日内瓦条约签订以后，咱们了解日内瓦条约签订以后呢，就因为法国战败了嘛，就从越南撤军了。越南呢被暂时分为了南北2个政权，以北纬17度为界。然后这个保大皇帝呢就去了法国，跟他的法国妻子生活在巴黎。从保大的寝室出来呢，就来到了这个叫保大皇帝的一个娱乐房间。在这里有躺椅，有花花草草，
哈，还有一个桌子，那边还有鸽子。这是皇后做刺绣的一个房间，皇后有这个兴趣爱好哈，缝缝纫纫。这边是一些纺织品。这位又是谁？一些刺绣的工具吧，挺现代化的。这位女性是皇后吗？这是保大皇帝会见一些皇室成员的会议室。这一幅授录图呢，是这个保大皇帝他去野外的时候，这里讲了哈，大儿子呢将会继承皇位啊，所以他有这个权利跟父母在这个房间用餐。所以除了在这个房间用餐，他还能够跟父母在更大的一个叫餐厅用餐。kitchen。这厨房还挺大的，厨房还包括几个部分，一个是食物的一个储备间啊，还有，这是煤气灶吗？还挺先进的，已经是用电了。皇后。刚才我们看了一个用餐间啊，那个用餐间主要是这个皇子们跟这个公主们用餐的，而这个用餐间呢，就是皇后跟皇帝用餐的。当然了，一些重要的皇子啊、公主也能来这里用餐，比如说将继承皇位的嫡长子。看一下皇后，这里是起居室吧，一个最大的客厅。我们看一下，看到了刚才那个帅气的长子啊，将是他继承王位的原本，可惜封建王朝将终结了。他家的话，据说2个女儿，2个儿子。给我休息一下。如果朋友们你们来越南旅游啊，想找个避暑的话呢，大乐可能是最好的选择。沙巴虽然也不错，但是沙巴毕竟是个比较小的地方嘛，它也没有大乐生活的便利性上有这么便利啊。这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城市，所以它的各种服务设施都比较完善啊，相比沙巴来说。早上起来连续看到几条评论，有观众朋友留言，每天等着看我视频。每次看到这样的留言，有点赖床的我，立马就有动力爬床剪视频。但这也令我在发布影片时感到一点点压力，因为我知道我有时候拍的并不太满意，可能会辜负大家的喜欢。因为我的状态有时候也是起起伏伏的。总而言之，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喜欢。
现在呢，我从保大夏宫来到了这个被列为世界10大最离奇建筑之一的疯狂屋附近啊，先喝一杯咖啡，再进去逛。3万越南盾9块钱。好多的欧美旅行团哈也来了，这是疯狂屋的售票口。How much？ 涨价了，我看好像以前是6万越南盾，现在8万越南盾，大概24块钱。感恩。